大家好，我抵达巴黎啦！跟在雷恩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因为在雷恩是我陪我妹去安置她嘛，所以帮她买一些东西什么的，我们就没有特别的制定行程。但来到巴黎呢，我就好好稍微规划一下。第一个行程呢，就是要来这个罗浮宫。但你知道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吗？现在进不去。我们原本在 Klook 平台预定10点半，巴黎罗浮宫现在就是延迟开门。我现在在那边烤红正红，我们在那边冲啥？没安怎？我就想说等到11点看罗浮宫会不会开门。但是他们现在忽然在门口拉了一个布条，然后开始大放音乐。那个布条上面写的意思就是他们现在在罢工，所以罗浮宫没有开门。还好我们有在雷恩看到蒙娜丽莎的副本，因为刚刚罗浮宫扑空，所以我们就决定现在来看一下埃菲尔铁塔。埃菲尔铁塔是一定要拍照吧，但我这一次没有打算买票上去，我就想说在附近找几个可以拍出漂亮巴黎铁塔的样子。刚刚来到巴黎铁塔下面，然后就忽然有一群女生拿着像问卷的东西要我们填，我朋友就停下来就填了，然后填完之后他就开始跟我们要钱。我那时候是没有停下来，我就是微笑的，我说我不要，因为我感觉我似乎在哪里看过这种骗局。然后他就跟我朋友要了20欧，我朋友给10欧，他不肯，他凶我们说不行，你要再给10欧，他要再要20欧，反正就最后我朋友给了20欧了事。现在我朋友心情非常差，他已经没有心情跟巴黎铁塔合照了。我天啊，情况实在是有点太赶，我来不及把这些东西拍下来。但我没想到竟然可以在这边遇到世纪大骗局，好多鸽子哦，他们很不怕人哎。虽然说刚刚经历了被拿走20欧，但我们不能对巴黎失望，巴黎还是有很多很棒的地方。因为我们要拍埃菲尔铁塔嘛，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点，可以推荐给大家——头卡德侯花园。因为从这边看过去，你就可以把整个巴黎铁塔看得很清楚。通常在巴黎铁塔底下的话，你也拍不到什么东西，所以你反而要站得远，然后就可以拍到很漂亮的巴黎铁塔。看这边这样拍巴黎铁塔超可爱的，这样随便就可以拍到这个巴黎铁塔。巴黎铁塔就离我们这么近，我们刚才就在下面被骗，耶！然后这个桥上这边看出去呢，就是塞纳河畔，就周杰伦那个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人手一杯，品尝你的美。我们现在就要去塞纳河畔的游船。之前朋友其实是建议我说，你可以游船，然后在上面吃晚餐。我那时候去看 KKday 跟 Klook 的价格，我觉得实在是太贵了。我想说好吧，那我们就搭个游船就好，不要吃晚餐，要不然这样一顿下来4、5千块，哦，承受不住。你知道我们要搭多久吗？我们要搭1个小时，要在上面烤1个小时。我准备好了。啊，那是圣母院吗？同样建议大家保暖要做好，围巾、手套样样不可少。我等等鼻涕又要流下来了。哎，这是罗浮宫，看不出来。是我今天没进去的罗浮宫吗？巴黎铁塔耶！在我的印象里，我一直以为巴黎铁塔就感觉是银色的，但是近看才知道，它是那种古铜色的哎。有一些地铁的车厢比较旧一点，你如果要进去或是出来，你都还要手动开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而且他们有些人就门开超快，车可能刚停好就可以把门打开，然后就冲下车。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在巴黎这几天的防盗步骤。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Maxby 的手机挂绳，反正就是把它挂在身上。然后以免有人要抢我的手机的时候，他不可能把我整个人拉走嘛，除非这个手机挂绳断掉。因为我还带了另外一只手机，所以它这个呢也有配了一个短的手机挂绳，这个是犀牛盾的，就把它挂在我的手上。包包我一定会把开口朝向我自己的方向，然后我还有再准备一个这个扣子，拉链这样扣住，人家想要拉开就拉不开。你看我这样子把外套穿在外面，我就会盖住我的手机，这样子坏人如果想要拉开我的包包也很难。但重点，我的包包里面其实没有放什么贵重物品，为什么呢？因为贵重物品全部都在这里，里面有一个防盗腰包，护照啊、钱啊，
所以基本上它唯一可以摸到的就是卫生纸啊、行动电源啊之类的。其实这边大部分付钱都是直接用信用卡嘛，但是如果我要付一些零钱的话，我要在人家面前拉开我的衣服嘛。对，好的，以上就是我的欧洲防盗计划。是雨天的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好像有被大火祝融过，所以它在2024年又重新开放了。然后在《刺客教条》这一款游戏里面呢，也有巴黎圣母院的场景，我就非常想要亲眼见证看看巴黎圣母院。看到这个吗？这个看不太清楚，但是它是钟楼怪人里面一个。他们一方面是海语的管道 Gargoyle， 另一方面是传说中驱逐恶灵的石像 Chimera。巴黎圣母院可以免费参观，除非你要登上塔楼才需要额外付费。因为我们去的时间是冬天，我感觉偏向淡季，所以不太需要排队。哇，这花窗超漂亮！走进去里面挑高的天花板真的是非常的壮观，而且里面布满非常多漂亮很大片的那种彩绘玻璃窗花，给人一种很庄严神圣但又很华丽的感觉。而且教堂内时不时会广播听到嘘的声音，要大家保持安静。怎么会有繁体字？但是中间的这个圣母怎么看起来有点可怕？以前只在游戏里面看过，当我自己真正踏进巴黎圣母院，真的有一种解锁成就的感觉。下雨天就是要来逛街，我们现在来到拉法叶百货。拉法叶百货好像有3栋，一栋是女生，一栋是男生，然后一栋是比较美食啊、甜点伴手礼专区。来法国的就是要吃马卡龙，遇到其中一家也是很有名的店，我还买了一个咸椒，外面很酥，然后里面的馅好甜哦，好好吃哦。现在背了一个 LV， 这个要适合我吗？哦，买完了。好了，但这是我阿姨的，根本不是我帮她买而已。麦当劳初体验，这是我们这几天最便宜的一餐吧，但是点了2份餐，然后再加一个4块麦克鸡块，然后加一杯奶昔，也是点了900多块。它的薯条还有这种加起司酱口味。这边的麦克鸡块不是配糖醋酱，没有台湾的糖醋酱，我选了一个 BBQ 酱，跟品客的 BBQ 口味很像哎。所以糖醋酱是台湾才有的吗？这是香草口味的奶昔。这是融化的小美冰淇淋，好甜哎，好甜哎，不行，太甜了。为什么不直接吃冰就好？0楼就是他们的1楼，发现是5楼的时候，我就特别略过这个楼层。我就想说，我又没有小孩，我为什么要逛 Kid and Toy？ 这可丽露哎，这个也好可爱哦。这个丑乌龟好丑，但是好可爱哦。这一些呢是巴黎限定的 Jellycat， 就是你看那个一颗一颗的是马卡龙。啊，我最想要的是这一个，是我最喜欢的甜点圣多诺黑。然后我跟你们说，就是来 Jellycat 就是要体验情绪价值。什么是情绪价值？我示范给你们看。Louder. You want some sugar? Yes. More. Okay, thank you. 1, 2, 3, 4, 5. Very good. This is my favorite dessert. Yeah, oh, nice. 来到巴黎很红的一家完美餐厅 Pink Mama， 连它的外墙都是粉红色的，辨识度好高哦。哇，这看起来肉很厉害哎。然后它还有配这个马铃薯。然后这个是松露意大利面，好像也是他们家很有名的餐点。这份乐眼牛排一份是35欧，这个松露意大利面是21欧。在这边吃东西的餐费真的很高，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肉其实这几天吃下来，我觉得都是偏柴的肉，哎，它不是那种想象中什么可能哦，你觉得价格很高，吃起来就超嫩，不是？我觉得它的肉吃起来偏柴，然后比较有嚼劲。难怪他们这边都推荐点5分，因为如果你可能给到7分的话，肉会更柴。哇哦！
它上面的可可粉好浓哦。提拉米苏，这现挖的哦，好浓。来到巴黎也是一个必来的景点——凯旋门。凯旋门这个地方，你在外面看它的外观是免费的，但你还可以花钱登顶。登上它的顶呢，你就可以一览无遗这整个地方。在凯旋门的有一头，整条就是所谓的香榭大道，那边就有非常多的精品店。这样子看上去，哇哦！哦，这个凯旋门做得很细节，这边刻有600多位跟拿破仑征战的将领名字，然后还有写下很多场战役的名称，所以这个凯旋门上面就有很多个名字。然后有一个精品叫做Celine的 logo 呢，就是以凯旋门去发想的，但我现在完全看不出来Celine的 logo 跟这个凯旋门有什么关系耶。它不是在凯旋门的墙面上哦，我刚刚一直在看那个墙面，我一直在找哪里有类似 Celine logo 的符号，结果你们知道在哪吗？在这，在外面的这个铁栏杆上哦。Celine，你要确定也是这个吗？这个长得很像 Celine的 logo 啊，是这个没错吧？我没找错吧？是这个吧？Celine的创办人会不会有点潦草了？旋门对面这一条呢，就是香榭大道。这边就是走一走而已啦，我也没有东西好买。这一栋不是 LV 啊，这一栋才是啊！这边 logo 这整栋都是吧？再度回到罗浮宫，今天应该就没有罢工了吧？耶，终于！没有找那种快速通关，所以等一下导游会直接带我们快速的去看蒙娜丽莎。那罗浮宫的必看3宝呢，就是蒙娜丽莎、维纳斯跟胜利女神。希望我今天都可以看到。觉得我在英听考试，因为导游都是讲英文。我觉得真机跟副本看起来真的还是不太一样哎，因为我在雷恩不是有看到副本吗？但在这边看到的真机很立体耶。导游是有介绍说它是花好几个月，然后一层一层画上去的。就是有一种说法是，你到哪一个角度，你都会觉得蒙娜丽莎在看你嘛。但其实因为画很小，因为我们距离它很远，根本看不到它是不是在看我。没关系，我在看它就好。罗浮宫真的超级大，我想看的东西我走了好久我都找不到。我觉得罗浮宫可以改名叫罗迷宫，这里大的像迷宫。在这边如果要玩密室逃脱，绝对是直接死在这的。这边还有几幅达文西留下来的画。刚刚有听到一个导游说，因为达文西年纪比较大，所以他其实没有留下太多画。我真的发疯，这里实在是太大了。我原本对有一些东西蛮有兴趣的，兴趣冲冲的想要去找到它们，但还没找到，我的腿就已经开始酸了。我们甚至等一下有可能找不到离开这里的出口。我们真的找了很久，真的找不到汉谟拉比法典。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找不到你，你找不到我，算不算是一种汉谟拉比法典？罗浮宫有这么大？哦天哪！哦，难怪我走到觉得我脚快断掉了。终于找到米洛的维纳斯，终于找到你了。这样我就看完罗浮宫3宝了，好像可以回家了。我好累。我光是找他就找了1个小时，好累哦。如果你们有来 Monoprix 的话，一定要喝这个，这个柳橙汁超好喝的，现打的。我已经喝了，这是我第3罐，超好喝。各位，我刚刚看完疯马秀，疯马秀好好看哦。如果我有机会再来巴黎一次，我会再看一次。疯马秀它就是舞蹈结合音乐，结合它的光影的一个表演，然后那些舞者真的非常厉害，我完全看出来他们就是底子超厚的 dancer， 给我穿巨高的高跟鞋在台上跳舞，然后不会发出任何一点高跟鞋的鞋跟声诶，超级厉害。虽然疯马秀的表演舞者是穿的非常的少，但是整个过程中我完全不会有那种色情感。我真的是超级沉浸在他们的舞蹈里面，真的好好看。整场表演大概是1个小时半，然后中间可能有15到20分钟，有一个大哥出来表演手指皮，但是很厉害，是很厉害。但我觉得他在随时数。看他们的表演，除了芭蕾、钢管、体操之外，为什么说他们是很深厚的舞者？是因为我觉得他们随时随地都在压他们的脚背。你知道随时随地压脚背是有多难的一件事情吗？
不知道我们是没有订香槟还是怎么样，我们的位置被排超前面，第1排。你不要觉得很开心很近什么，太近了，有点像什么电影院你坐在第1排的那种观影体验，等于是我大概1个小时半头都这样举着，我头真的是快断掉。但第1排真的是看得蛮清楚，很震撼啊！他第一次出来的时候，我是讲。就是 too close， 你知道吗？太近了。他们的身材真的都非常的厉害，那个腿长，每一个感觉都有170以上，那个腿比我的命还要长。反正就非常好看，真的非常好看。如果有机会来巴黎，一定要看疯马秀。今天来到马黑区逛一逛，来到这边呢，就一定会去一家店，叫做 Mercy， 它是一家还蛮大的选物店，然后很多人都会买他们家的帆布包。这个它就是帆布袋的材质。但是它非常非常的贵，你们猜这个这样子要多少钱？它算是旁边是做有厚度的帆布袋哦，这个1300。其实我觉得马黑区这边没有我想象中的好逛，它这边确实是有很多法国的小众品牌，但因为它的单价都比较高一点，所以就有点难买。但是有几家选物店，比如说像我刚刚说的 Mercy 或是 Flux， 我觉得还蛮值得去逛一下，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可爱的东西，比如说杯子啊、家具啊，然后都是那种很色彩缤纷的，我觉得很可爱。这是法棍的蜡烛，烧起来会有法棍味吗？有一个 Jelly Cake 可颂的吊饰超难买，然后我就已经跑了2家，我都没有买到。如果加我原本一开始去的那一家，就是3家，我只买到这个法棍的，也很可爱，但是我完全找不到可颂版本的哎，我生气耶！我现在是 Jelly Cake Hunter， 我要再去找。结果我们又跑来第10家店看，还是没有可颂吊饰。算了 ，Jelly Cake 猎人放弃。在法国的最后一餐，我觉得就是要留给法餐。我们来到一家店，是朋友推荐给我们的。哇靠，人超多，感觉是一间很赞的店。我个人的见解哦，我觉得法餐就是瓜牛加油封鸭腿，然后再加牛排，然后最后点心呢再来一个烤布雷。我想巴黎应该就算有一个完美的结束了吧。好啦，我的法国之旅就到这边结束了。来到这边真的是有被这边的物价给吓到哎，就是真的买不了什么东西，你买得起就是药妆、美妆跟娃娃，算是买的非常保守，但还是花了不少钱。但 LV 真的比较便宜，如果有预算的话，真的要带。而且来法国这几天真的觉得，哇，我就是在狂吃淀粉，餐前都会有附面包，好害怕回去胖成猪。希望不要。如果喜欢这支影片呢，别忘记帮我按赞、订阅我的频道、留言，还有追踪我的 IG， 应该差不多要回归科技生活了。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拜拜。Nice. Have a good day.